Your Japan starts here. Let's go JP.com.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吃过日本的版主吉田社長。大家好，我是乐吃过日本的富米。我是 Yui， 我是明明。话說我們4位一起出遊是很難得的吧？沒錯，1年1度哎，這已經變成我們的頻道傳統，每年都要來一次大集合。對，我們後面就是代表東京的地標之一，就是東京車站，所以這邊到處都是外國人。沒有錯，因為這邊就是觀光客來東京的第一站。我們今天也要從這一條金黃色的行信通出發，帶大家去蒐集東京最厲害的銀杏景點哦。而且我們這次非常有野心，我們不止了收集大家非常喜歡的這些經典景點之外呢，這次也會以住在東京的角度介紹這些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的隱藏景點哦。非常期待。那這一次呢，我們在安排行程的時候，其實也發現我們要去的景點全部都可以搭乘東京地下鐵，也就是 Metro 到達，所以呢，交通上也是非常的方便。大家如果想要參考我們這次的行程的話，也可以購買 Metro 相關系列的票券哦。好，那我們就話不多說，馬上出發 ，Go！ 喜歡日本旅遊、愛吃日本美食、想看觀光列車與四季美景，快訂閱我們！記得開小鈴鐺，接收所有通知，才不會錯過新影片。第一站來到這個地方，就是離東京車站只有1站距離的日比谷公園。這個地方因為交通很方便，而且觀光客又很少，所以最近在 SNS 上人氣很旺哦。你知道首掛一種手掛銀杏嗎？是身後的這顆銀杏嗎？因為日比谷公園就是有100多年的歷史，所以當時呢有一個都市改造，這個首掛原本差點被砍掉。對。但是有一個公園設計師本田清六さん，他說私の首を掛けよう。所以因為是他，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麼壯觀的銀杏。要砍他就先砍我的頭的意思，哇，真的是太令人佩服了。其實我們現在身後看到的這一顆呢，不是首掛一久本人，它真正的話是在松本樓的咖啡廳前面那個地方。只是呢，因為我們今天來的這個時間，它營養太好，它的樹葉已經掉光了，所以我們就在這邊來做一個開場。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一定要來看看那棵400年的老樹哦。這邊就是我個人最推薦的一個地方，叫做鶴之噴水池，因為這邊可以看到紅葉跟銀杏同時欣賞日本的洲際的美景。然後這個日比谷公園就是1903年建成的，所以日本大正時代的情侶在銀座那邊看完電影之後，直接來到這邊欣賞約會。那社長，你有在這邊約會過嗎？我嗎？是秘密，不能說的秘密。那我們今天來到的這個景點呢，就是東京公認最美的銀杏景點神宮外苑前。這邊最大的特色呢，就是2排滿滿的銀杏並木，而且呢，修剪的形狀也非常的可愛，下面圓圓的，上面尖尖的。從遠遠看呢，就可以看到藍天配上金黃的銀杏，真的超級漂亮。只是呢，因為這邊非常熱門的關係，所以觀光客也很多。那建議大家可以在早上8點到9點之間前來，這個時段相對的人比較沒有那麼多，而且早上的陽光斜斜的打進來，顏色也超級漂亮，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在這個時段來。那這邊的交通呢，我覺得有一點點不方便，無論如何都需要從大站轉車。提供幾個交通選項給大家參考，你可以從澀谷站搭乘地下鐵銀座線，就是 Metro 的銀座線，搭到外苑前這一站。那或者是呢，搭乘 Metro 半藏門線到青山一丁目。那如果是另外一個方向，你搭乘 JR 的話呢，也可以搭乘 JR 的中央線或總武線到信濃町這一站，就可以從對側這邊走過來哦。好，那今天呢，可以看到雖然有一些銀杏已經開始落葉了，有點小可惜，但沒關係，我相信一定還是有很多角度可以拍出超絕美照。那我們就趕快出發。Excuse
大家通常來到這個景點呢，通常都是從外側，就是青山通那邊往內拍。但是呢，其實如果再勤勞一點點，走一段路，走到最裡面的這一個神宮外院前，這邊往外拍出去效果也非常的好。相較之下呢，人潮也沒有那麼多，所以呢，也非常推薦大家可以走到最後面這邊再開始拍攝。我們現在這一站呢，來到東京鐵塔旁邊的芝公園。那大家可以看到，超級漂亮，剛好是最佳觀賞期。那大家如果想要從這一個角度拍超漂亮的銀杏樹，配上東京鐵塔的話呢，建議可以搭乘東京地下鐵的大江戶線，來到赤羽橋這一站。赤羽橋的斜對面呢，就有一個小入口可以進來這個芝公園，就可以看到超漂亮的美景。哎，這後面有什麼？好像躲着。一只吉卡哇，真人版吉卡哇，自己講。我覺得這邊真的很棒哎，因為它可以超級近距離的接觸到這些銀杏樹，然後可以感受到這邊歷史的痕跡。因為其實啊，芝公園這邊的銀杏又有一個別稱叫做戰後銀杏，原因是呢，他們在東京大空襲之後仍然幸存到現在，所以呢，我覺得也可以近距離感受到這一些銀杏樹的生命力，真的非常感动。那如果有來芝公園的話呢，也非常推薦大家可以順便去旁邊的增上寺，因為增上寺那邊也一樣可以看到黃葉加上鐵塔，那還有非常漂亮的古寺古建築的美景，推薦給大家。你看學姐，超漂亮，超紅的，是血紅色的，而且它就在增上寺的正對面，所以大家在增上寺看完銀杏，也可以來這邊看楓葉。又要發瘋了，好漂亮哦！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遊影片通知哦。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非常人氣的景點，那就是東京大學。大家知不知道東京大學校徽呢本身就是一個銀杏？由此可知，银杏对於這個東京大學有一定的這個重要性。那在這邊拍照呢，其實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就是因為東京大學本身就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學校嘛，所以就是校舍都古色古香的，拍起來呢就會有一種書卷氣的感覺。那其實在這個校區裡面呢，賞銀杏的地方大概分兩個部分，就是南邊的本鄉校區以及北邊的彌生校區。那如果今天大家是搭乘地下鐵來到這邊的話呢，有兩個選項，第一個就是丸之內線的本鄉三丁目，另外一個呢就是南北線的東大前，那就是一樣是出站，大概走路大概5分鐘以內都會抵達，所以蠻方便的。那聽說今年2025年這個東大的銀杏呢有一些改變，那到底是怎麼改變呢？我們就現在來去看一下吧。哇！原來今年的改变呢，其實就是從正門進來的這一條非常經典的這個銀杏大道呢，經過了修剪，所以呢比較沒有往年這麼樣的茂密，這麼樣的壯觀，有點稀疏的感覺，有點可惜。但是呢，有一個經典的拍攝場景，我覺得那邊應該還有救。現在我身後的這個呢，就是工學院前廣場的飯糰銀杏。其實它是一個100年老樹，所以看起來非常的大吧，而且還好它今年沒有被修剪過，所以還是非常的漂亮。如果大家來這邊呢，可以到後面的星巴克買這個咖啡，然後就可以非常悠閒的在這個銀杏樹下，慢慢喝着咖啡，然後拍這個美美的照片。那接下來呢，我們要再去北邊的彌生校區 ，Go！好，接下來我們來到的地方叫做彌生校區。剛剛我們在本鄉校區那邊還是蠻多人嘛，這邊就稍微比較清幽一點點。那在這裡呢，有個地方叫做彌生講堂，它前面呢就有一排這個銀杏樹。彌生講堂本身就是一個玻璃帷幕的建築，所以就反射銀杏的效果，左右都有銀杏的感覺，我覺得拍起來也是非常好看。那在彌生校區這邊呢，銀杏也是密度非常高，大家可以嘗試看看來這邊來拍照，也是非常漂亮哦。超美的！好，現在我們來到的是淺草橋站，中午的時間了。這個學妹肚子餓了嗎？
很餓，想要吃點會幸福的東西。會幸福的嗎？那就跟着學長就沒錯了。我們剛出站之後呢，發現有很多上班族都在這邊進進出出的，就是我後面的這家叫做通嘎子藤芳。那它其實是一家在地的好店，它的 Google 評分4.3，然後塔貝洛谷也有3.46，哇，很高哎，很高。那他們家呢有名的就是這個炸豬排跟各式各樣的炸物，我們剛看了一下，還有那個什麼炸牡蠣，对，感覺也是非常適合。但是呢，我們今天就先來吃個他們招牌吧，就吃了這個卡茲希雷跟這個卡茲肉絲豬肉的那個部位，学长你覺得怎麼樣？啊，我覺得真的是很專業啦，因為它就是分很清楚有 Rose 跟 Hile 嘛。那我個人是吃的是 Rose， 就是它本身油脂比較多一些，然後吃起來有點彈性，就覺得吃起來哇哦，咬下去就是脆脆的感覺，覺得特別好吃。而且比較有嚼勁。那我點的那個 hide 的部分呢，它就是非常柔軟的這個豬肉，所以咬下去簡直是入口即化。學妹覺得吃完有幸福的感覺嗎？有，我覺得太幸福了。那它的位置呢，其實就是位於淺草橋站的旁邊而已，所以如果大家有來到附近的話呢，就可以來吃吃看哦。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繼續我們的行程了，就是來去這個銀杏岡八幡神社 ，Go！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位于淺草橋車站附近的銀杏岡八幡神社。畢竟名字上面都有一個銀杏嘛，所以就代表這個銀杏非常有名。其實當初呢，他就是聽說有一位武將經過這邊之後，把一個銀杏插在地上，所以就長出了這麼漂亮的銀杏樹。那他們家呢，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就是他們的玉手跟玉珠印。我们等一下就來去看看。如果大家是來到東京這邊的神宮啊、神社等等來賞銀杏的話呢，記得先去參拜一下，那也是對這個日本文化的一種尊重哦。好，我們在入口這邊還發現了一株，這個是楓葉，怎麼那麼黃啊？黃澄澄的楓葉，日本的這個楓葉真的是很漂亮，像是調色盤一樣，一直在變換。對啊，綠、黃、橘、紅都有。對，它有時候看起來是粉紅色的，很厲害，很厲害，很漂亮。下個景點我們要介紹的是原江恩賜公園。它位於東京都的江東區，最靠近的地下鐵站是筑吉站。那交通非常便利，尤其是距離大家非常喜歡的晴空塔非常近，所以呢，從公園內呢就可以同時拍到這個晴空塔與銀杏同框的照片，非常厲害。那我覺得另外一個優點呢，就是因為它的腹地非常廣大，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地人，所以算是一個隱藏的景點吧。我覺得可能比大景點還好拍哦。在這個原江恩賜公園裡面呢，也有一區有這個非常多的落羽松，是不是跟台灣的好像長得不太一樣啊？真的哎，它顏色好橘紅哦，好像台灣的都會偏黑棕色一點啊。因為可能在日本四季比較分明的關係，所以呢，這個植物也會變得比較多彩一些些。對，日本秋天真的好美哦。對啊，好漂亮哦，而且現在下午的太陽照起來，好適合睡午覺哦。對，好，可以下班嘍。我可以下班了嗎？哇，好美啊！現在的這個時期剛好是金黃色地毯的時期，就是都掉在地上的意思。對，已經落葉了，但是來這邊看這個金黃絨毯也很漂亮。接下來呢，我們就搭着地下鐵來到這個溜池山王站的赤坂冰川神社。那我現在身後呢，這一棵呢，其實是港區天然的指定物哦，它是一棵400年的大銀杏樹。而且呢，這個赤坂冰川神社很厲害的地方是，它還保留了江戶時代的一些神社的傳統的建築，所以來這邊非常的古色古香。那它非常有名的就是可以買它的銀杏玉手和銀杏玉竹印。那我們等一下也來去看看。優以，可惜我們今天來的時候，它已經有一點營養過剩。對啊，樹葉已經掉光，但是看它這個樹幹這麼巨大，完全可以想象它最佳觀賞期的時候會有多壯觀。雖然這一棵神木已經有一點落葉了，但沒關係，不要灰心。它下面的稻荷神社也是超漂亮的，現在還滿開當中。
好，那我們剛才買到的這一個銀杏玉手了。那這邊呢，它其實銀杏玉竹影也是非常的漂亮。那這個玉手呢，它其實上面有寫說，我們剛剛看到的那棵400年大的大銀杏樹呢，它其實在這個神社成立之前，就一直在這一個區域保護着這一區的居民。所以呢，大家來這邊一定要買這一個很可愛的銀杏葉的玉手來祈求平安哦。哇！大家看到我們身後這一棵超大的银杏樹了嗎？現在來到這個點是位於池袋站周邊的一個非常小眾的賞銀杏景點，它就是位於鬼子母神壇的境內。其實我們剛剛是搭地鐵到東池袋站下車走過來，大概走個10分鐘左右。那如果你想要走它的金黃色的表參道的話呢，大家也可以搭到雜司谷那一站，然後走過來也是很近哦。這個景點最大的看點就是這一棵600年以上年齡的公孫樹，也就是大銀杏的意思。據說以前的人民都會抱這一棵公孫樹來祈求安產或生子，所以呢，這個地方也是充滿了一個祥和的氛圍。很幸運可以剛好趕在它的最佳觀賞期來到這邊，所以我們剛剛也看到超級美的銀杏吹雪。大家如果有來這邊參拜的話，也可以仔細看一下主殿前面那一個匾額，上面寫的鬼子母神的鬼字上面其實是少了一撇的，其實就是代表鬼的腳被拿掉了。這個後面的故事就是代表以前這裡的主神其實是專搶人類小孩的鬼神，但是他經過感化之後呢，現在已經不是鬼了，已經成為了保護孩子的健康安全跟祈求安產的神明。所以非常的有寓意。买到了我的战利品，好硬哦，好硬哦，很脆的声音哎，它吹起来很像那個魷魚遊戲的那個碰糖啊，砂糖那種做的嗎？對对对，有點焦香味。而且在這個大銀杏樹下呢，其實就有一間上川口屋，這個非常復古的一間店，然後是老奶奶經營的，很像那種阿嬷開的雜貨店的感覺。對，裡面都是賣一些很復古的糖果餅乾，阿嬷也很親切，大家可以來這邊參拜的同時呢，來這邊稍微買一點小零食來吃。然後他寫說是1781年創業的，所以非常有歷史哎，感覺跟這個銀杏一起相伴在這邊很多年了。對啊，好浪漫哦。好，那我们刚刚从那個鬼子母神壇呢，就是結束離開，要回去雜司谷車站的路上，就會經過這一間紅谷，它其實是一間日式傳統和菓子的老店。真的，從外觀就看得出來，他們非常的專業，而且感覺是當地人都很喜歡的一間和菓子老鋪。然後它的匾額上面還寫說是大正13年創業的，超過100年歷史了，一定很厲害。而且他們秋天的時候都會推出像這樣子的栗子的點心，這個是栗子羊羹，那學姐是我的是栗子銅鑼燒。好，那我們馬上來吃吃看好不好吃？好，迫不及待。開動，開動，いただきます。有厲害，我这個栗子好綿密哦，超級秋天的味道。這個是有一整顆完整的栗子包在裡面。然後原本以為它的銅鑼燒是外面紅豆餡，裡面包一整顆栗子，但沒想到它連裡面的餡料都是栗子，哎，超強的。因為我這個羊羹呢，它其實跟傳統羊羹的口感不一樣，不是果凍型的，它是整個都是綿密的豆沙加上這個綿密的栗子，真的很真材實料哎，一口接一口哎。所以大家如果有來鬼子母神壇這一帶，一定不要錯過這間店。お疲れ様です。いただきます。社長，我們現在喝了這個很好喝的悠悠悠的飲料，要不要來介紹一下這一間店是什麼樣的名店呢？悠悠就是我們去年在大台摩車站對面開了一個什麼外帶專門店哦。
外帶專門店，外带专门店，而且呢，有選用的食材都是非常天然健康的。是的，很遺憾的說沒有賣日本金酒。哇，社長這樣怎麼行？很遺憾。社長趕快要增加新品項。一定。日本清酒要去那個小料理喝哦，術業有專攻，術業在眼鏡裡。我們最後一站來到這個地方，就是 Yoyogi公代木公園。這邊呢，其實離明治神宮很近，然後整個境內呢有200棵的銀杏樹，所以看起來非常壯觀。大家有沒有看到周圍這個金黃色的絨毯，全部都是銀杏哦，真的超美的，一整片都是金色，很想要躺在地上打滾，可惜有一点臭，真的银杏味。幸好现在我比赛严重，比赛有思思。這一次呢，就是這邊是最後一站。然後其實我們過程中去到很多景點都是可以搭乘這個東京的地下鐵抵達。所以如果大家在安排行程的時候，發現說，你的行程剛好都在這個地下鐵可以抵達的地方的話，就非常推薦大家購買地下鐵一日券哦。那這一次幫大家介紹了超級多東京這邊必去的銀杏景點，不知道你們最喜歡哪一個呢？那如果你有去過，或是接下來明年想要去的話，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哦。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長。我作為新人歌手出道啦，現在已經發布了 Sushi Party、Osaka Explorer、Timeless Kyoto 3首歌曲。接下來也會繼續制作更多日本47都道府縣的歌曲。想看更多精彩 MV， 接收更多日本旅遊資訊，請訂閱吉田社長 Japan TV， 多多支持我們哦。OK， 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幫我們按讚、訂閱，然後開啟小鈴鐺哦。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拜拜。これだよ、こうやって。ありがとう、若本。